护国将军府的2千金，容貌娇美，地位尊崇。她去参加了一场名门千金的聚会，竟意外离世，未曾留下一字一句。2千金的大姐，驻守边疆的护国将军王平安，连夜赶回京城。他以极快的速度把聚会上的另外4位千金、太傅之女、吏部尚书千金、御史大夫嫡女以及中王府的县主邀请到了京郊农庄配合调查。我和大理寺少卿袁南山也被一起带了过来，协助查明真相。看我盯着4个顶级千金发愁，护国将军面色冰冷：“于先生。”听说你断案如神，能从细节里推知前因后果。我要弄清楚我妹妹是怎么没的。我妹妹死得不清不白，恳请各位如实举报真相。我定不会冤枉好人，但也绝不会放过真凶。哎呀，我只是擅长逻辑推理的民间探案人。自打我解决完宁远侯府的事件，在京城瞬间就名气大振，连太后、宫中夜明珠丢失事都找上了我。好在我没掉链子，稍微动脑就找回夜明珠了。太后她老人家对我非常看重，想求皇上破例给我一个6品4成的官职，让我能光明正大的查询真凶，帮助百姓。哪知前朝那些文官纷纷写信阻拦。向来女官都是在宫内做事，妇道人家，怎能影响大理寺差事？大理寺乃重要部门，只有阳刚男儿才可以守住，女子偏弱。若进大理寺，怕影响发展，对江山无益。之前护国公府的主教用女子身份做了将军，纯是被逼无奈。现在若大理寺再加上女性官员，那全天下的女人是否都会跟着学吗？难道不都会跟着学？皇上被吵得发愁，我的官职也就没下文了。这一天，袁南山受邀去京郊做客，他坐在马车里，手里折扇一开一合，说：“我现在都不清楚你是怎么精确定位到那颗夜明珠的。”我低调说：“我们这些在江湖上靠逻辑推理吃饭的人，肯定是懂一些观色的能耐。”袁南山翻了个白眼：“你别忽悠我，我就想弄懂为何夜明珠会在太后屋内的首饰盒里。这么大的珠子，早前下人找过几10次，不可能看不见啊！你到底是怎样办到的呢？”江湖套路罢了，如果讲透了，鄙人以后还怎么吃饭？瞅着终点站快到了，一团黑云突然飘了过来，遮盖在我们头顶。我收起了笑容，缓缓说：“大人，刚才鄙人为今天出门预测了一番，我观察到今日沉沉的天气，且邀约人身份不清，总觉得这行会有变故。”当袁南山说他恩师喊他去山庄喝酒，还专门要求带上我时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。真的，刚一跨进农庄，就看见周围全是强壮的护卫守着，这阵势绝对不同凡响。袁南山表情一变，也不由自主紧张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对面走来一个女子，她个头挺高，五官精致，大概20多岁，腰间挂着一把长剑，背后还带着几个身姿挺拔的护卫，全身上下透着一种很冷酷的气场。袁南山眼神十分惊讶，抱拳说：“王将军，你怎会在这儿？”原来这就是本朝唯一一个女将军，护国将军王平安。她表情冰冷：“元兄，我用别人名义请你过来，是有非常要紧的事想拜托给你。”讲完，他扫了我一眼，接着把我们领进大堂。屋子里有4个打扮奢侈、长相漂亮的年轻女人，她们一瞅我们进屋，就大声喊救命。里面有个居然是1个月前见过的西峡县主。等看清几个女人的身份，袁南山猛吸一口气：“王将军，您这是何意？这不是抓人吗？3天前，我唯一的妹妹王宁儿突然离世了，没有预兆，也没留遗言。唯一晓得的，就是那天她去太傅府参加了聚会，见了4位千金。”他的语调很平常，我却能听出藏在里头的憋屈和怒气。这话一出，4个千金都慌张地解释起来：“王家姐姐，你真的弄错了。刚才我们都说了，我们成婚，我们真不知道宁儿会想不开，这事和我们无关呀。”对呀，王姐姐，逝者不能复生，怪罪我们有啥用？还是快点放我们回家去吧。你是护国将军不假，可我也是御史大夫家的千金呀，乱抓家属，你要受啥罚？袁大人，求你送我回家吧，我爹会着急的。将军，您妹的事我也正式听说过了。要是你对这件事还有怀疑，大理寺肯定会去查明白。为啥非要弄成这样呢？这4个千金都背景强大，亲爹官位最小的也是正2品大官，把他们所有人全得罪了。
简直是跟整个朝廷的文官作对。按照栖霞县主的说法，那天聚会和往常差不多，没有意外发生。可第二天就听到王宁儿的噩耗，她也吓了一跳，赶忙去护国公府祭拜。又过了一天，王平安连夜从边关赶回，开始查妹妹离世原因。栖霞县主说，平安姐来王府找过我，可我把自己想的都告诉了她了，她根本不信。今天我本接了长公主的请柬，谁知一进门就被扣住了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。你把那天发生的事情每个细节都讲出来，千万不要有遗漏。栖霞县主皱起眉头说，我们几个真的没干什么，无非是聊了会儿天，吃过茶水点心，便去凉亭那边作诗。宋清方是东道，提出要以春日为题，写诗一首，不挑五言七律。他点了根香，大概燃了半个时辰，香烧完了，大伙儿都交了诗，彼此评点。他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只可惜我并没当回事。你们在太傅府办诗会，是全程都在点评，还是中间有分开的功夫？刚开始一直在一块儿，后来要写诗，就各自去琢磨。不过大伙儿都没走远，我和宋清芳留在凉亭里。林先知说要以锦鲤为题，就在池塘边看鱼。王宁儿和于朝英好像去了假山那边。接着我和袁南山按照套路又问了几个问题，栖霞县主回答的挺顺溜，一时间看不出什么毛病。接下来我和袁南山到了宋清芳宋小姐的屋子。宋小姐是太傅之女，论地位仅次于栖霞县主，也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。我猜她可能懂得更多事。宋小姐和栖霞县主不同，前者温柔大方，后者漂亮迷人。她对我鞠了一躬，小声说，袁大人和于先生的大名，小女也算听过，请你们好好劝劝王姐姐，让她放我们走吧。我发誓绝不计较。护国将军府本就受到很多非议，要是这次的事处理不好，他会很头疼的。这话讲得非常有毛病，好像他是向着王将军这个抓人这边的。我轻声安慰了他几句，把问过栖霞县主的问题也挨个问了宋小姐，两人的回答竟然一模一样。是，确实这样，还是提前商量过了。我寻思着说，敢问宋小姐一句，听您话里的，您不只和王二小姐是好闺蜜，和护国将军也曾关系很铁。袁南山说，王平安已经20有4，而宋小姐才20岁，若是好闺蜜，岁数实在差的有点多。宋小姐张了张嘴说，宋王同样是世交，王姐姐没去边关前，我们是经常串门的。以前王姐姐不是这样的，她对我很好，很温柔。我没有姐姐，王姐姐像我的亲姐姐。要不是王家男丁全都没有了，她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王将军为国为民，女中杰豪，鄙人觉得这没什么不合适。现在他唯一的妹妹走得不明不白，难道说还要开心接受？王平安经历的一切绝非普通人能承受，人都是一点点被逼急的。宋小姐一愣，叹着气没再说话。太阳当空，大概到了中午，王将军很明显没有上中饭的想法。来之前我只吃了个大饼，现在已是肚子咕咕。袁南山从怀里掏了个油纸包递给我，桂花糕，先垫吧垫吧。他的心还挺细的。多谢大人。想谢我，就把叶明珠的秘密告诉我。等你清真相，鄙人一定如实相告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吃过点心，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吏部尚书之女林先知。听说林小姐虽是林尚书唯一的闺女，却是偏房所生。林尚书家里有个一直受宠的小老婆，就是这位林小姐的亲娘了。林小姐长得很美，讲话的声音也是轻声细语的。我问了她几个问题，她回答的十分严谨，一大半和栖霞郡主讲的一样。我点点头。你们几人中，谁和王二小姐关系最好？我们能几个凑在一块儿，肯定都是好姐妹。10个指头还有长有短，更何况只是人跟人呢。林小姐不必多心，鄙人随便一问。宁儿和清芳是世交，小时候的交情我却比不上。他的意思是王宁儿和宋清芳最铁。我又问，那谁和王小姐关系最差劲？当然是相对来讲。林小姐脸色一变，结结巴巴地说，女孩子间有些拌嘴是正常的，亲姐妹还会吵架呢。看她犹豫着不愿意讲，袁南山冷笑说，林小姐，要是你真的晓得什么，却非得装聋作哑，
也请想想现在的处境。王将军的宝剑可不留情。听到这话，他纠结地咬了咬嘴唇，低头说：“若非得讲，朝英跟宁儿有些不对付。”林小姐是个突破点，听她讲，王宁儿和于朝英最近关系不好。作诗那天，王宁儿本单独去假山那里琢磨诗句，于朝英脸色难看地跟了过去，两人好像拌嘴。后来于朝英气呼呼地跑了回来，可两人吵的什么，他就不清楚了。讲完后，林小姐怯怯地说：“你们能不能别讲是我讲的？我是家中庶女，我爹爹不爱我在外惹是生非。”林小姐眼眶发红，眼泪欲落未落，看上去十分柔弱可怜。放心，我们不会主动和别人讲。林小姐这才轻轻地点了头。我和袁南山从屋里走出来时，窗外的黑云渐渐散去，阳光如金色的纱幔洒了进来。袁南山仰头叹了一气：“你都看见什么了？”都不是省油的灯。亲爹是官场老油条，闺女自然不是一般千金。怪不得这后院的弯弯绕最麻烦，我将来绝对不纳妾，但求一个清静。算了，我还是单身到底。袁家是世家大族，恐怕由不得大人。我们还是去见见于小姐吧。袁南山犹豫片刻，说：“她可是你的。”大人，学生是独女，并无姊妹。你我之间何必见外？你如果不甘心就这么回到于家，我会为你周旋，让于大人为你母亲平反，承认你嫡女的身份。大人，学生真的没有姊妹，于家与我更没关系。差不多，等你想通了，你我再聊。来到于朝英的门口，还没进门，只听得清脆的一声，像是瓷瓶一类的东西掉在地上的动静。等我走进去，果然看见满地碎片。于朝英、于小姐气冲冲地看着我们，怒骂道：“你们大理寺何其无用，任凭王平安乱抓家属，无法无天！等我看见我爹爹，定要他狠狠收拾你们一番！”既然于小姐无话可讲，我们便去王将军那里复命了。听到复命两字，于朝英防备说：“等等，你们查出了什么了？”我摆了摆手说：“其余几位千金全都讲了。王二小姐在聚会上与你发生矛盾，被你侮辱欺负，才会一时想不开，直接离世。这样一来，便可交差了。”可不是，咱俩的命应该能保住了。你们不许走，把话讲清楚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字面上的意思，于小姐听不懂吗？你假公济私，公报私仇！我娘和我讲过你，我告诉你，于家不是你这种人能高攀的。我从未登门，何来高攀？就算于小姐想和我套近乎，我都怕被王将军怪罪呢。讲完我就要走，身后的女人狠狠跺脚：“我不服！你们偏听偏信，陷害无辜！”我和袁南山对视一眼，他用口型对我说：“终于碰到一个傻子。”他肯定会带给我们惊喜。我非常同意。果然相处久了，算是有了些默契。于朝英看我们停下脚步，才松了口气。他脸色难看，却不敢再闹，硬邦邦地说：“我不清楚他们几个小蹄子怎么编排我，可本小姐是无辜的。我是和宁儿有些口角，但她才不会为了这点事寻短见。你们别光怀疑我，他们难道就没有问题？”哦，那照你讲，谁才是害了王二小姐的人？于朝英眼神躲闪：“我不清楚，反正不是我。那天我是找王二吵了几句，可我走之后，他也去了假山那边。他们俩每次碰头都偷偷摸摸的，肯定有事瞒着我。还有他，看着很柔弱，实际上最阴险了。县主表面上好讲话，其实最是争强好胜。上次马球比赛，王二小姐赢了他不痛快了好几天。”我揉了揉脑门，假装为难说：“照你这么讲，你们关系并不好，为何还要聚会？面和心不和，有问题吗？京城能和我交好的人家，只有这么几户。难道要我自降身份，去和那些小官家的闺女结交？”袁南山差点没忍住笑出声。于小姐，总把身份挂在嘴上，
因为你明白，自己除了身份，再没可以炫耀的了。于朝英怒说：“于小姐，你如今口无遮拦，处处树敌，再这样下去，只会给自己招来祸端。”于朝烟表情一变，不知为啥，藏在袖里的双手正在发抖。四位千金总算是都盘问完了，袁南山眉头紧锁。虽然说问出一些隐情，可我总觉得那些不是我们要寻找的真相。他讲的没错，几个20岁的女孩子有拌嘴吵架、明争暗斗是正常的。王二小姐不会为了这点小事放弃大好人生。袁南山摸了摸下巴，你看出了什么？自打我找到了太后的夜明珠，有不少人给我起了这个外号。现在我在外面给大户人家探案，可以大把赚米。想到这里，我在脑中梳理了一遍目前的线索，除了谨慎行事之外，只能顺着线索逐步推进。我看着袁南山，大有深意地说：“他们几个都在避重就轻，都在撒谎。可有些看似普通之事，反倒是最不寻常的线索。我已经大概知晓王宁儿是为啥没命的了，只是还需要一些证明。”在袁南山的帮助下，我又把4位千金的贴身丫鬟挨个盘问了一遍，和我猜想的差不多。知道真相后，袁南山沉默很久。你觉得王将军会怎么做？自然是害人受罚，欠债还钱了。太阳西下，连最后一丝光也慢慢不见了，黑夜如潮水般盖住大地，寒意渐生。到了晚上，农庄四处都点了灯，大堂里面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王将军正在慢慢擦洗宝剑，剑锋冰冷，闪烁着荧光，肯定是极其锋利的快剑。他的声音同样没有温度。袁大人，于先生可查清楚了结果？我对王将军弯腰鞠躬，总算没掉链子。王将军呼出一口闷气，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讲吧。将军稍等，等4位千金来齐了，可一情说明，总要讲得清清楚楚，大家才信。行，来人，叫4位千金过来。没一会儿，人齐了。4位千金表情不同，挨个坐下。我这才上前一步。大理寺受将军所托，查明王二小姐的真相。经过1天的走访，总算有些收获。这件事其实并不复杂，可难就难在几位千金都不肯讲实话。这话一出，屋内的空气好像瞬间凝固，4位千金的脸色全都变了。王平安目光如电，死死盯着几位千金。在这般的目光下，每个人都浑身难受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我也不由得捏了把冷汗。王将军，为了让事情更好弄懂，鄙人先从几位千金的供词开始分析。王将军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行。县主，你我是老熟人了。宁远侯府出事时，鄙人便十分感激县主为人。您聪明有主见，很有皇族之风。可今日，你和鄙人并没有讲实话。我听不懂你的。鄙人不会胡说八道，即使在此时，鄙人仍对你佩服的紧。今天这4人里，只有你讲话有破绽。我是把4个人的供词都综合在一块儿，经过比对和推算后，才发现了栖霞县主的问题。县主，您曾讲聚会那天过后，您收到了王二小姐的噩耗，亦急忙去护国公府祭拜，对吗？没错，这有啥毛病？我说没毛病。好友离世，你去祭拜，合情合理。在护国公府，您可见到了其他人？那是自然，宋清芳、林仙姬和于朝云也都收到信儿了。您重复聚会那天的细节，十分详细清楚，连几位千金的诗作都背了下来，记性这么好，为啥没提您和宋、林、于3位大金丧礼后一起去茶楼对词的事儿？小白，看栖霞县主慌了，我挑了挑眉毛。县主何必着急撇清？您很聪明，晓得要统一供词，才能掩盖一些事情。可您还是年纪轻，阅历浅，只要是经常审问犯人，或是精通牢狱的人，都能发觉这其中的毛病。要知道，哪怕是面对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讲述的方式都会不同，关注点也不同。可你们几人的供词，
无论是顺序、细节，还有用词，都太一致了，这样只会让人起疑。鄙人问了几位千金的贴身丫鬟，已经证实，他们从护国公府出来，一起去了北山茶坊，足足待了1个时辰。虽然丫鬟被下了封口令，不敢乱讲话，可只要稍微吓唬，或是有心引导，都会倒腾个一干二净。毕竟这些丫鬟的眼界、见识并没有这么高。几个千金出了事，有家族顶着，他们一个弄差就会当炮灰。栖霞县主张了张嘴：“我们县主，你只是怕了。聚会那天，你只是想教训王二小姐，可你没想到王二小姐回家后竟然没命了。哪怕你是皇家亲戚，也害怕护国将军的怒火。只可惜，你聪明反被聪明坑了。”王将军伤心欲绝，肯定是讨个说法。他去几家想问清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得到的却是一模一样的回答，一看就有猫腻，所以他才会使用这种吓人的方式来解决吧。栖霞县主脸色发硬，咬牙说：“你不要口口白牙的冤枉我！我们4个人去了茶楼，可我们只是怕被人误会。再说4个人说辞都一样，你为何非要揪着我不放？”在下没有揪着您不放，事实是串供的事，你就是主谋。我没有，你凭什么说我是主谋？县主，在你们5人之中，你身份最高，个性最强，众人皆以你马首是瞻。每个小圈子都有带头的，也有跟班的。栖霞县主就是这5个人的头目。我扫视一圈，认真盯着每个人的脸色。宋清芳表情憋屈，林仙芝眼神躲闪，于朝英则是有些心急。连同王二小姐，你们一共5个人。县主与宋小姐、于小姐的关系最好，王二小姐与宋小姐、林小姐更加亲近。我讲完，几位千金都没顶嘴，明摆着被我猜中了。这事儿我是依照他们的供词以及丫鬟的反应猜测出来的。袁南山无语说：“一共只有5个人，居然还分成2波。”我只想知道那日发生了什么。将军莫急，这就说到了。在下今日问了4个相同问题，但只有你的回答和其他人不一样。请于先生赐教。在下问王二小姐和谁的关系最亲近，又和谁的关系不好。王二小姐很聪明，已经提前教了几位怎么说了，所以她和宋小姐的回答都是王二小姐温和有礼，很好相处，因为自小相识的缘故，和宋小姐更加亲近一些，并没有和谁关系不好。必须得讲，这个答复毫无破绽。只有你说王家二小姐和于小姐2人闹过矛盾，我当下就弄懂了，她是想把咱们的关注点引给于朝英。林仙芝的身板晃了晃，死死捏着手绢说：“我随口说说的。”好啊你这是想把我卖了，好让你们脱身？你以为你是好鸟吗？从前就你和王二小姐最好，可那日你不也背刺她了吗？要我说，她会出事就是被你气的。我没有，你欺负人！别装了，装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没用。你以为我是你那个糊涂爹啊？会被你这副模样骗过去吗？讲着，两人你一嘴我一嘴的吵了起来。过会儿后，王将军狠狠一拍桌子：“都闭嘴！”他双眼通红，一把拔剑出鞘。那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妹妹受了什么委屈？我妹妹死得不明不白，恳请各位如实告知真相。我定不会冤枉好人，但也绝不会放过真凶。几个千就像吓破了胆的鹌鹑，齐刷刷的闭严了嘴。我冲王将军抱了抱拳。将军息怒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依照林仙芝和于朝英的供词，事情的苗头应该是在半个月前，有一次好闺蜜聚会后，于朝英的大哥于朝宗顺道去接她回家。就那一次，于朝宗对王宁儿看直了眼，自此伤了心。于家本想提亲，但是被王宁儿干干脆脆的回绝了。是这样吗，于小姐？于朝英哀怨的瞅了我一眼，咬着嘴唇说：“是。我兄长相貌好，读书好，家里干干净净的，连个通房也没有。他如今已举人功名，因护国公府没有长辈，我娘不好出面，就让我试探几句。没想到他一口回绝了，一点情面没留。
后来我兄长托我给他带信，他当着我的面连看也不看就摔了。当日我兄长就被人莫名打破了头，不是他做的，还能是谁？因此于朝英心里不爽，想折腾王二小姐。他跟栖霞县主是还没出五福的表亲，俩人最为要好。正好栖霞县主输了马球比赛，对王宁儿也有些隔阂，两个人一拍即合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所以那天几位千金午后小聚，如往日一样，吃了宋府准备的点心瓜果，闲聊几句，然后开始作诗。王二小姐是将门虎女，文采平平，其实对作诗兴趣不大。从前每次都是评判，这件事是宋府丫头讲的，虽然其他几位千金的丫鬟都不在，可这一次提出要所有人一起参加，互相评判。王二小姐个性随和，便答应了。准备期间，于小姐没沉住气，跟着王小姐走到假山处。为何要殴打我的兄长？王二小姐没做过这样的事，自然是不承认。对她来说，只是见过一面的陌生人，这样的指责毫无由来。于朝英好像不服，听我讲完一句话，后面在下会拿出证据证明，还请于小姐稍安勿躁，等我把话讲完。就这样，于朝英跟王宁儿闹僵散场。等到评点诗作的时候，栖霞县主突然发难，把王二小姐的诗作批得一文不值，定为丁等。用词太过粗鄙直白，毫无婉约之美。即使是武将之家出身，也该多读书，免得贻笑大方。王二小姐从不是个软柿子，反驳说：“都说了不攀作诗，你们闹着不依，今天做出来又是这副光景，以后再不来了。你敢？全京城的人都夸你大气能干，可私下这么不谦虚。”讲着讲着，两人吵了起来。后来于朝英顺便加入了吵架。俗话讲，吵嘴没好词，讲着讲着就出格了。谁不晓得你是大倒霉蛋，连累全家？现在王家就剩你大姐和你了，估计早晚也被你拖得累没有好报。这些话直接戳中了王二小姐的软肋，她火气上头。你们欺人太甚了！俩人互不相让，到了最后，栖霞县主还摆出架子压人。我是县主，按理你要给我行礼。王宁儿，你若不给我行礼，就是不尊敬皇族。宋清芳两头犯难，哄了这头又去拉那头，十分头疼。向来跟王宁儿关系最铁的林仙芝，宁儿，不如你就给县主认个错吧。一瞬间处处为难，都没人帮。王二小姐瞅着眼前这些所谓的闺蜜，嘴角浮起一抹非常鄙视的冷笑。最后她挺直了腰板，冲着栖霞县主行了个屈膝礼，接着一声不吭，扭头就走。宽敞的大堂里面没动静，烛火的噼啪声听得很轻。王平安深吸了一气，半天没话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嗓音发干的讲：“不可能，我妹妹不会为了这种事情放弃生命。”栖霞县主低下头，那天只发生了这件事，我们听说宁儿出事了，以为她一时想不开。于朝英也捏着手绢，小声的解释说：“王家姐姐真的没啥隐情了。”宋清芳和林仙芝一直不语，算是承认。王平安慢慢呼出一口气，目光冷冰冰的扫过大家。于先生，袁大人，这就是你们查了一天的结论？自然不是，真相还有内幕。将军让我们查，其实心里已经有了一些猜想，不是吗？刚开始我猜过，可能王二小姐是被人欺负了，才会想不开出事。可越靠近真相，越让人发慌。我客气的抱了抱拳。王将军，你限期一天查清，可线索却没多少条，所以在下只能猜测，小心求证。其实在座各位心里都明白了，王二小姐不会为了区区闺蜜拌嘴放弃生命。人有重如泰山，有轻如鸿毛。王家一门忠烈，没人比王二小姐懂得性命的分量和意义。她肯定是被逼上绝路的，逼到没法回头，没地方走，才会选择这样彻底的反抗。王平安浑身一震，两眼通红。到底想讲什么？王二小姐有个秘密相好。不可能！根据我查到的线索，王二小姐去年与一人秘密往来，却因此被人抓住了把柄，被他给伤。如果真的有了，我不可能不晓得。将军明察，您远在边疆，王二小姐在京城，
您不可能知晓他全部的日常。没错，这家伙得满足2个条件：首先，要躲过贴身丫鬟的视线，暗中联系；其次，这个人特殊身份，王二小姐才不敢告诉你。你是假？其实你已经猜到了。其实刚开始我也没啥眉目，直到想明白宋小姐的话，我便什么都懂了。跟我有啥关系？宋小姐，3千金对王将军的态度有鄙视，有害怕，只有你是想念。王家跟宋家是世交关系，小时候经常走动，自然感情很好。只有这样吗，宋小姐？王将军比你大9岁，他头一回去你家串门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刚学走路的娃娃呢。宋家跟王将军同岁的人是谁？你跟在谁的后面？你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那暗算我表哥于朝氏的人不是王宁儿，是你哥。宋清芳身子猛地一抖，眼里露出讲不清道不明的意思。林仙芝身板弱弱，像是马上就要跌倒，只有于朝英还一头雾水着，拉着栖霞县主说：“表姐，他们到底在讲是什么？打人的人不是王宁儿的吗？”宋小姐有一个优秀的大哥，和袁大人并称双杰，现在在户部做官，未来不可限量。要是鄙人没有猜错，宋清轩跟王将军曾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差点结了婚。只可惜王家的男丁全部牺牲后，王平安没有选择嫁人生娃，而是果断穿上铠甲，打仗拼杀，用一身硬骨顶起了护国公府的面子。王平安嘴角微动，表情忽明忽暗，他猛地闭上双眼。于先生，我不想再听你瞎编乱造讲故事了，我只想知道结果。王将军，鄙人已经查明白了，宋清轩。俩人每次都在宋家碰头，或者是宋清轩悄悄摸进王二小姐的屋子，所以才能躲开下人的盯梢。王二小姐对大姐非常佩服，啥事情都不会瞒着大姐，可偏偏这段私情她没法明说，因为她看对眼的是差一点就当了自己姐夫的男人。屋内陷入冰一般的安静，连于朝英都愣住了，满脸不可置信。王平安与其下人死死盯着我说：“你可有证据？”宋府的丫头已经认了。刚才在偏房时，我专门单独盘问了宋清芳的贴身丫头，那丫头刚开始嘴硬，但我稍加吓唬，她就吓得全都招了。原来这些好闺蜜每次聚会，表面上是在太傅府写诗聊天，其实是因为那里的假山处有一道暗门，直通宋清轩的院子。这也就能讲通为啥平常里最讨厌写诗的王二小姐，只要听闻宋清芳办诗会，就会开开心心的去凑数，因为对她来讲，那不是诗会，是跟意中人相见的空当。宋清芳从头到尾都是明白的。宋小姐明明没刁难王二小姐，可照旧在帮着栖霞县主隐瞒真相，身处险境都死咬着不讲实话，为的是不想把事情扯到他大哥身上。宋清芳的脸色发白的像张纸片，她眼圈通红，声音发抖着哀求说：“王姐姐，你不要听他们的，我大哥对宁儿是真心的，他只是不晓得怎么张嘴。”王平安闭上眼睛。宋清轩他坑了宁儿，对吧？接下来的事牵扯了一些相关隐情，还请各位千金回避，只林小姐留下就行了。几位千金互相对视一眼，发愣看着林仙芝。从头到尾，林仙芝的存在感是最弱的，一切好像都跟她没干系。可我这么讲，就没人会觉得她清白。等几位千金出去后，我瞅着柔弱的林仙芝，林小姐，你很聪明，以柔克刚，扮猪吃老虎。林仙芝眼里闪过一丝冰冷，可嗓音却非常温柔。于先生，我不清楚哪里惹怒你了，可你不能乱猜一通，让我背黑锅。林小姐，鄙人不想再浪费功夫和你绕圈子。你很聪明，晓得怎么样做能让自己站稳脚跟不倒。在女孩来往里，你跟栖霞县主不亲近，因为县主太霸道了。你也不待见于朝英，因为他脾气太大了，瞧不上你偏房的身世，所以你选择了和王二小姐交心。
按常理讲，他们拌嘴的时候，应该站在王二小姐那一头，可你却完全没帮着她，甚至要求她给栖霞县主认错。请您听我讲完。鄙人觉得你是这几位千金里最精明且看透一切的人。鄙人用毕生所学推算了一番，那天发生的全程只有林小姐看见了。预测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林小姐，鄙人就是个探案的，满朝皆知。太后娘娘的夜明珠也是靠逻辑推理才找回的。如果林小姐不配合，鄙人可以再测一回，保不准能测出更多细节。只不过鄙人觉得，小姐讲出来更清晰一点。王平安不懂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可他只在一旁看着咱们，手轻搭在剑柄上。林先知心里纠结了片刻，接着笑了出来。于先生，刚开始我还以为你只是个骗子，徒有虚名，现在看来，你真的是高人一个。没有小姐讲的那么神，但鄙人可以包票，今天之事小姐讲了出来，会有好的结果。护国公府会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小姐用得上鄙人的地方，也尽管张嘴。行，我讲。林先知是偏房所生，就算亲娘受宠，在林家这样的豪门里，也不得不小心翼翼。从小习惯看人脸色，他最早发觉了宋清芳跟王宁儿的秘密，一来是他们三个亲近些，二来是他心思细密。之前很早我就觉得不太对劲，宁儿总喜欢去假山那里溜达，宋清芳也是，她每次点的香都说是半个时辰的，可我偷偷算过，最少要燃1个时辰。有一回，他悄悄跟着王二小姐，结果发觉假山里有一道暗门，直通宋清轩的院子。他还听见了宋清轩跟王宁儿亲密的聊天。从这后，林先知总是若有似无地留意着王二。聚会那天，宁儿被无端指责了几句，心情已经不太好。我借口去看鱼，绕到了池塘另一边，悄悄跟他进了假山。我听见他跟他说话，我离得远，只听到几句。宁儿说我不该信，4分棉絮，6分芦絮，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？你会坑我大姐！他看了眼脸色铁青的王平安，宋大哥讲，真出了事，让你大姐卸甲归田，你们姐妹共侍一夫，也好过他埋骨沙场。话音刚落，厅堂里陷入了冰一般的安静。 4分棉絮，6分芦絮。王平安紧紧地重复着这几个字，原本挺拔的后背竟在这一秒微微哆嗦起来。王二小姐看错宋清轩，把准备军粮、军服的事情交给了宋清轩接手。去年边疆大寒，冻倒了数百将士，是因为棉服里掺和了芦花，根本不够保暖。当时朝廷轰动，好在王平安接连打胜，朝廷才没有怪罪。原来背后竟然藏着这种见不得人事。这事情不知咋的，让王二小姐晓得了，两人才会大吵一通。可就在最难受之时，平常里的好闺蜜还对她百般刁难。王二小姐那一秒的心情可想而知。王平安如遭雷劈，捂着胸口后退了半步。她闭上双眼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：所以，这就是宁儿离世的内幕。将军，王小姐错信别人，坑惨了数百穿冰色多扣衣服的男性，她没脸见你。宋清轩多年不娶，该是对王平安念念不忘。我不清楚太傅府是不是缺钱才会让他私吞军费，但最大的可能性是想借王宁儿的手坑害王平安，好让他能卸甲回家，跟自己重续前缘。王二小姐是看透了这一点，才会直接放弃。王平安一见鸩九州，战场上见惯了生离死别，这会也难以撑住，一行眼泪从他脸颊划过。宁儿，为啥这么傻？为啥不告诉我？我硬撑到现在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看到这样的硬汉将军落泪，我也不由得心酸。将军，要是二小姐告诉了您，您会怎么做？要是宋清轩拿着二小姐的把柄，拿清白名声来威胁，你会不会妥协？要是他在准备物资之时留下了把柄，诬陷二小姐弄素作假，诬陷护国公府百年名声，您又该如何选择？王宁儿不是没法求救，她害怕拖累大姐，
想用命彻底断了跟宋清轩的联系。这种刚烈女孩被人坑害到这，实在令人感叹。王将军只软弱了1秒，再次睁开双眼，眼里是一片冲天的怒火与果断。他猛地将长剑拍在桌上，剑身震颤，发出一声轻响。这仇不报，王某誓不为人。查到这步，已经水落石出，后面该怎么做，就要让王将军来决定。宋清轩虽然干得隐秘，可只要用心去查，肯定会露出马脚。折腾了1天，几位千金终于平安回家。我跟袁南山也坐在马车上，短短1天里，好像经历太多。虽说很困，却毫无困意，估计换作是谁，一时间都没法放下。咱们互相没话，袁南山突然开口说：“今天算你运气好，他愿意配合。若他咬死不说，你又能咋办？”我轻轻摇了摇头，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弧度。世上哪有这么多好运和巧合？能张嘴是我算计好的。他不过是看清局势，挑出了对自己最好的路子。那你是怎么办到的？真的是猜测出来的。我确实给林仙芝看了一回，不过不是今天。在夜明珠案后，我受到了大批京城权贵的欢迎，曾给不少阔太太逻辑推理预测，其中一个就是林仙芝的亲娘。她讲了很多有用的信息给我。就因宋清轩本来就是她的目标，才能留心到那么多细节。也算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所以那天聚会，他才会落井下石。人心太险，贪欲难填。哼。林仙芝岁数不大，心眼却很多，也很懂得为自己打算。他跟宋清风搞好关系，奔的就是宋清轩。发觉了王二跟宋清轩的私情后，他装作不懂，然后趁机捞好4位千金。不是坑害王宁儿的主谋，可很多细节都经不起细想。王宁儿是咋样？小的军用，被动了手脚。于朝宗是怎么挨的揍？是宋清轩因吃醋动的手吗？有没有可能就是林仙芝找人干的？林仙芝挑事，几人争斗，浑水摸鱼，虽然没害人，可那句大倒霉蛋连累全家，绝对是压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袁南山半天没话。你讲的都是乱猜，没啥凭据。对啊，他也是这么讲的。白天里，我其实盘了林仙芝2回，第2回只有我自己，我把上面这些猜想全都抖出。林仙芝只微微变了表情。于先生，这些都是瞎猜，你没有凭证。当时我对林仙芝讲，没凭证不要紧，只要我把这些事转告王平安，以王将军现在的火气，他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。但如果他愿意讲出内幕，我把这些疑点深埋在心底。换句话讲，只要把宋清轩卖了出来，王平安肯定会盯着他不放，林仙芝就没风险。他这种人最会看清局势，林仙芝只是盯上了太傅府，并不是真心爱着宋清轩。我认定他会配合，幸好最后他没让我寒心。可这样一来，就便宜他了。王将军何等精明，以后总会想清楚的。栖霞县主他们也会慢慢回过味来的，只是时间长短罢了。只要做了恶，无论大小，肯定会得到报应，这一点我绝不怀疑。袁南山愣了愣，接着从马车里掏出2个水壶，他把其中一个递给我。敬天网恢恢。敬天网恢恢。我拿起水壶，一口喝光。这一天渴得嗓子都要冒烟了。马车慢慢进到城里，袁南山说：“会何必我整夜不关？我请你下馆子。今天拖累了你，让我稍微表态。”大人不累吗？鄙人只想回家睡觉，实在不能陪同了。可夜明珠的事还没讲呢。回头再讲吧。可你不是讲今天的事摆平了就告诉我吗？今天的事儿跟夜明珠的事儿其实是一个套路。是攻心的技巧？差不多吧。2天后，宋清轩下线了。宋太傅深受打击，一病不起。宋清轩写了一封绝笔信，托宋清芳拿给王平安，信里把他跟王二小姐的拉扯写得很明白，跟我的推测基本一样。他直说自己一时鬼迷心窍，却没想到王宁儿这么刚烈，甚至没给他后悔纠结的时间。他讲他会亲自去地下向王二小姐认错。王将军拿着信件干坐了一宿，烛火燃完，天色微亮时才站起身来，从此再没牵挂。几天后，他骑马回了边疆。林仙芝的阴谋被揭穿后，因作伪证挑唆事端，被家族禁足1年，罚没所有嫁妆，用于赈济灾民。后来他主动申请到王平安的书院教书，用行动赎罪。就算我这回破案的情况并没有宣扬出去，可护国公府、忠王府、御史大夫府和吏部尚书府都欠了我沉甸甸的人情，所以当皇上再次提起，
让我出任大理寺4成1职后，文官们没再阻拦。不仅如此，见到皇上对我看重，袁南山对我极其夸赞，甚至有人传说我会成为大雍朝第1个女性大理寺卿。次日我下班，于朝英的亲爹御史大夫于敬忠站在大理寺门口，他背着双手。你没有让我失望，大人却让我很寒心。你该喊我亲爹！我装作没听见，迈步向前。他怎么就不懂？以前的于朝兰早就没了，现在的棋局才刚刚开始。烟花3月，3年后，边关再无战事。王平安解甲归田，在京郊建了一座书院，专收孤女读书。他常坐在院中的桃树下，摩挲着妹妹留下的玉佩，教孩子们读忠义2字，告诉他们，女子的价值从不在依附他人，而在自立自强。于朝兰已是大理寺少卿，她断案如神，铁面无私，打破了女子不能掌刑狱的偏见。当年的4位千金也各自成长，栖霞县主捐出半数家产赈济灾民，用行动赎当年的口舌之过。于朝英随父巡查地方，见识了民间疾苦，不再恃宠而骄。宋清芳成了书院的先生，用笔墨书写女性的力量。唯有林仙芝深居简出，脸上的伤痕时刻提醒着她，机关算尽，终会自食恶果。这世间从无真正的看相算命，能看透人心的唯有公道与良知。一时的身份高低、口舌输赢都不足为道，唯有心怀善意，行得端正，才能行稳致远。